嗨，大家好！今天我将带着你参观一下我家的厨房。你认识参观这个词吗？参观是一个动作，比如你可以参观一个博物馆，参观一所大学，参观一个工厂。参观其实就是指去看一看，而今天你要参观的是我家的厨房。在参观的过程中，你将学习到一些非常实用的厨房电器以及厨房用品的中文名称。让我们开始吧。这个部分恐怕是这个厨房最重要的部分了。我每天都在这里给家人做各种好吃的。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东西叫什么呢？这个东西叫做炉灶。炉灶，你家的炉灶可能和我家的不一样，有的人用的是电磁炉，是用电的，电磁炉比较干净，而我家用的不是电磁炉，我用的是煤气灶。煤气灶，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煤气灶上有1、2、3、4、5，有5个什么？有5个炉眼，有5个炉眼。你家的炉灶有几个炉眼呢？2个炉眼还是5个炉眼呢？煤气灶上面的这个东西叫什么呢？4个字，什么什么机？这个叫抽油烟机，也可以叫吸油烟机。吸油烟机。煤气灶下面的这个位置，这里是一个烤箱。烤箱，你一般用烤箱做什么呢？比如我们可以用烤箱烤蛋糕、烤饼干，这是一个烤箱。我打开烤箱后呢，你可以看到这个东西，这叫烤架。烤架，而这个东西叫做烤盘。烤盘，亚洲家庭一定少不了这个东西，这个就是电饭锅。电饭锅，我们一般用这个电饭锅蒸米饭。你在家吃米饭比较多呢，还是吃米粉，或者吃面条，或者吃其他的东西呢？你在家一般吃什么呢？你们家的主食是什么呢？这里是一个微波炉。微波炉，有时候呢，有一些剩饭剩菜，我们实在是不想用煤气灶，那么就可以用微波炉来热饭、热菜，速度特别快，特别方便。微波炉。这里有一个咖啡机，这是我们家的咖啡机。我以前对咖啡特别上瘾，瘾有多大呢？每天可能至少要喝2到3杯。我对什么瘾特别大，就是指想不停地喝，不停地吃，不停地看。你可以说我对巧克力瘾特别大，我对玩手机游戏瘾特别大。我对什么瘾特别大？就是忍不住，没有办法停下来，要不停地干什么事情。我对咖啡瘾特别大，但是我现在已经把咖啡彻底戒掉了。这是一个烤面包机，早餐的时候我们经常用到它。在烤面包机的旁边，大家可以看到一个红色的水壶，这个可以烧热水，我们叫电水壶。电水壶。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叫做搅拌器。搅拌器可以用来做果汁或者做汤。搅拌器。搅拌器。一个厨房怎么能少了冰箱呢？你可以看到在我家冰箱的门上贴着一些冰箱贴，这种东西叫冰箱贴。冰箱贴的后面有磁石，有磁铁，所以它可以吸在冰箱的门上。
冰箱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叫什么？你还记得吗？上层叫做冷藏室，冷藏室，冷藏室。冰箱的下层叫什么呢？冰箱的下层叫做3个字，冷冻室，冷冻室。现在是夏天，特别热，所以我们会在冷冻室里面放很多的冰淇淋。冰淇淋。在所有家务中，你最讨厌做什么呢？我最讨厌的是洗碗。自从我们家搬到这个房子之后，我就特别开心，因为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洗碗机。洗碗机里呢有2层架子，吃完饭之后，我们可以把盘子、碗、筷子、刀叉，所有这些用过的餐具放进洗碗机，然后就可以去休息了。这个东西叫什么？洗碗机。洗碗机。如果你家里也有孩子，你肯定知道，小孩子吃完饭后，地上总是有很多食物的残渣。好在我有这个东西，吸尘器。吸尘器。你可以在这里看到2个水池，因为我们经常在这里洗碗、洗盘子，所以这种水池叫做洗碗池。洗碗池。在洗碗池的里面有这样的东西，这个东西叫做盆漏。盆漏可以防止食物的残渣进入下水道，造成堵塞。那洗手池这里还有一个水龙头。在洗手池的旁边，你还会看到一些洗涤剂。这个呢是用来洗碗、洗盘子、洗杯子用的，这个东西叫洗洁精。洗洁精，有的人也叫洗碗精。洗手用的这个液体叫做洗手液。这个蓝色的东西叫做海绵。我们用海绵洗碗、洗盘子、洗杯子。我们的垃圾箱其实就藏在这个柜子里面，这个就是垃圾箱。在垃圾箱的旁边放着各种各样的洗涤剂，比如这个是用来擦窗户用的洗涤剂。这里还放着一双手套，一双橡胶手套。请大家特别注意，不是你吃的香蕉，而是4声橡胶手套。有时候呢，有一些污渍啊特别难去除，我们还需要这样的刷子。现在我们和大家来看看厨房里的各种抽屉，还有橱柜。这个抽屉里放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到最常用的，比如勺子，刀，这种刀一般叫餐刀。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刀呢叫菜刀，这种刀叫做菜刀，是用来切菜、切肉用的。可是这种刀我们叫餐刀。如果你在餐厅，希望服务员能给你一个刀，你就可以说：“请给我一把餐刀。”请给我一把餐刀。这个呢，叉子，这是小勺子，咖啡勺，小勺子。我们家当然也要用筷子。如果你喜欢喝红酒，你一定要认识这个瓶塞，它叫按压式瓶塞，又或者抽真空瓶塞。如果你喜欢吃核桃，那么你肯定需要一个剥核桃的工具，这个叫核桃夹。在我们家，
不仅有中餐餐具，也有西餐餐具。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叫做蒜臼，有的人也叫蒜臼子。不管它是木质的还是金属制的，这个长长的小棒子叫做杵臼。杵臼。当我们想要削去蔬菜和水果的外皮，我们就需要削皮刀。我们可以用橡皮筋把已经开封的口袋重新封起来，橡皮筋。剪刀，剪刀。磨刀器，磨刀器可以让你的刀变得更锋利，磨刀器。你现在看到的这3根都是擀面杖。擦床或者擦子，擦子。捣泥器，捣泥器。冰块模具，冰块模具。这是2个密封保鲜碗，大家看不到盖子，你只能看到玻璃碗。密封保鲜碗。榨果汁用的盒子，榨汁盒。茶壶，我打开茶壶，茶壶里有一个茶壶漏。电子秤，案板。现在带大家看一看我家的抽屉里都放着什么。这是花椒，这是干辣椒和海米。其实在我们家还经常吃越南牛肉粉，这就是为什么我有越南牛肉粉调味料和速溶汤块。除此之外，我们家还有韩国的红薯粉、海带和日本的咖喱。你是不是看饿了呢？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北方人，我怎么能不爱吃饺子、包子和面条呢？这些面粉都是我从巴黎坐火车背回我家的。我发现只有这个牌子的面粉包出来的饺子和我家乡的味道一模一样，推荐给大家。冰箱旁的2个柜子里放着做饭时要用到的各种调味料，比如酱油、醋，还有香料。做饭没有锅怎么能行？在厨房的拐角有一个隐蔽的柜子，我们家所有的锅都放在这个柜子里。这个小小的带着长手柄的锅，中文叫做奶锅。奶锅。这个是我炒菜时用的锅，炒锅。你看我每天都用它，它甚至都被我摔变形了。比炒锅底更平的这种锅叫做煎锅。煎锅。在我家的窗台上还养着一些草莓和番茄。你知道这些东西叫什么吗？让我们来一起看看吧。炒菜用的铲子，你也可以叫木铲，因为它是木质的。捞饺子或者捞意大利面的漏勺。漏勺。搅拌黄油、搅拌鸡蛋用的打蛋器。打蛋器。做甜品当然少不了这3样东西：电子秤、量杯和刮铲。喜欢吃意大利面的朋友，快来看一看，你们知道这4样东西用中文怎么说吗？意大利面、绿锅、橄榄油和番茄酱。纸巾，纸巾。在厨房的旁边，你可以看到有一张长长的桌子，这就是我们吃晚饭的地方。其实我家的厨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房间，而是和客厅连在一起的。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把摄像头转过来，背后就是我家的客厅。厨房和客厅是连在一起的，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厨房叫做
开放式厨房。当我们预订酒店的时候，关注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床。你现在看到的这种2个人睡的床叫做双人床。双的意思就是2个，双人，2个人睡的床，双人床。如果是1个人睡的床呢，那种床叫做单人床。单人床，1个人睡的床，单人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床上用品。床上用品就是指床上铺的或者床上用的东西。床上用品，我们睡觉的时候当然需要枕头。枕头，你可以注意到头这个字的拼音是2声，枕头。但是当我自己说话的时候，我自然的发音会变成枕头，枕头。请大家特别注意，当你学习一个词汇的时候，肯定会去查词典，词典上给你的是官方规定的标准发音。但是当你去到中国的不同省份、不同地区，你会发现人们的发音习惯是不一样的。对我来说，这个东西叫做枕头，枕头。那这个4方形的、四四方方的这个枕头呢，这种一般叫做靠枕。靠枕，因为它是靠在背后用的。靠枕，靠枕。有的人也会把小一点的枕头，也是4方形的，抱在怀里用的，叫做抱枕。抱枕。我们睡觉的时候，除了需要枕头以外，我们还需要被子。被子，被子。而被子下面铺的这个薄薄的东西叫做床单。床单。现在我来考考你，床上最常用的3种床上用品，这个叫什么？枕头。枕头。盖在身上的这个叫做被子。被子。床上铺的这个薄的东西，薄的这个叫做床单。床单。在很多酒店的床上，你都会看到像毯子一样的一块布铺在床上，这个东西叫做床旗。床旗，又或者叫床尾布。床尾布。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坐在床上，而我背后靠的这个部分呢，叫做床头。床头。在床头的位置，这里是开关。开关。而旁边有一个东西，你看，是一个灯。这个灯叫什么呢？可以叫床头灯，因为它就在床头的位置。也可以叫阅读灯。阅读灯。晚上的时候拿出一本书，躺在床上看书。看书的另外一种说法就是阅读，所以这个灯叫阅读灯。阅读灯。在床的旁边有一个这样小小的工作台。这个工作台有一个特点，你看，它可以折叠。可折叠的家具的好处是可以少占用一些空间，我们也可以说节省一些空间。在这个工作台上有一部电话，如果我想要求酒店提供送餐或者洗衣、熨烫衣服这样的服务，就可以打电话给前台的工作人员。还有，这是什么呢？这个是电视的遥控器。遥控器。电视在哪里呢？给大家看一下，电视在这里，大家看到了吗？在工作台的上方有一个小小的柜子，而这个柜子里呢，有一个保险柜。保险柜，人们有可能会把一些非常贵重的东西放在保险柜里。什么样的东西算是贵重的东西呢？贵重，说明它非常的重要。我给你一个例子，比如几十万的珠宝，这个东西如果丢了，肯定会遭受严重的经济损失，所以这样的东西算是贵重的东西。
如果我们想打开一个保险柜，我们当然要输入密码，输入密码。但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保险柜，你想有一个自己的密码，我们就要设置密码。设置密码，你一般用什么数字来设置密码呢？有的人可能会用自己的生日、家人的生日、孩子的生日来设置密码。可是如果你觉得用自己的生日设置密码太不安全了，我们就需要修改密码。修改密码，这个叫做浴袍。浴袍，洗完澡之后我们可以穿上浴袍，而手里拿的这个呢，叫做拖鞋。拖鞋。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酒店的洗手间，我身后的位置呢，有一个洗手台，又或者洗手池。我现在打开水龙头，这个部分就叫做水龙头，而这里呢是水龙头的开关。红色的是热水，蓝色的是凉水。在水池的旁边有一个纸巾盒，它是一个盒子，纸巾盒。而像这样的纸呢，我们叫抽纸。因为我这个动作，你看，把它抽出来，抽纸。这个塑料袋里装的是一次性的杯子，我打开袋子，大家可以看到是一个纸杯子，一次性的纸杯子。这个呢是酒店提供的浴巾，这个是洗手液，洗手用的洗手液。这个东西叫做护肤乳，上面写的 body lotion， 护肤乳又或者护体乳。这个袋子里装着一些化妆棉，还有两个棉签，还有一个用来磨指甲的指甲锉。在这个水池的下方，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洗衣袋，洗衣服用的袋子，还有吹风机，吹头发用的吹风机。下一个，熨烫衣服用的熨斗。这个呢叫做淋浴器。这个洗头发、洗身体都可以。如果洗头发的，我们说洗发水；如果是洗身体的，一般叫沐浴乳或者沐浴露。那洗完头发之后呢，用来保护头发的叫做护发素。你现在看到的是马桶旁边这个叫卫生纸。我现在做的动作呢是冲水，这个是马桶刷。而旁边的这个叫暖气。我可以在这里调节暖气的温度。而在这里，这个东西叫做排气扇。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镜子，那这个镜子呢，这个部分可以把我的手、把我的面部放大，这个叫化妆的放大镜。大家现在看到的是广州白云机场的休息舱，在走廊的左边，你可以看到有一间一间的小房子。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在这里过夜啦。朋友们可能很好奇，这里的房间和酒店房间一样吗？一晚上多少钱？这个休息舱每晚300元，但是同时你需要支付押金100元，押金会在你退房的时候退回，和酒店一样，
当晚入住，第二天12点以前退房。完成付费后，你会得到一张房卡，把房卡放在黑色的感应器上，房门就会自动打开。进入房间后，我们需要把房卡插入卡槽，这样房间就可以正常供电了。房间非常小，有一张小床，一张小桌子，剩余空间能放下一个大箱子，墙上还能挂2件衣服。但是放完这些东西，我连站的地方都没有了。现在我知道它为什么叫休息舱。舱这个字会让人联想到飞机的机舱或者船的船舱，都是封闭而且空间比较小的地方。由于没有窗户，所以必须打开空调才可以通风。这个休息舱最大的缺点是隔音比较差，我可以听到隔壁房间的手机铃声。好在夜晚大家都累了，没有人说话，环境比较安静。这个休息舱最大的优点是便利，非常的方便，不用出机场就可以休息，非常适合过夜转机的朋友。过夜转机就是指今天晚上你要待在机场，第二天转机。这个休息舱的第二个优点是可以洗澡，距离休息舱50米左右有一个公共浴室，浴室里配有洗发水、沐浴露，还有吹风机。每天最让你心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对我来说，每天最让我心烦的事情不是给大家拍视频，而是这个做家务。我手上拿的是什么？我手上拿的是一个吸尘器。吸尘器，吸是什么意思？吸就是这个吸，尘呢是尘土，尘土。器是什么？这就是一种小型的机器。吸尘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家务。你认识家务这个词吗？请大家注意务这个字，除了家务以外，你还知道有哪些词包含务这个字呢？比如在工作上，老板或者经理会给你安排一个任务，不管是工作上的任务还是在家要去做的家务，它都要用力气，都要消耗掉我们大量的精力。所以如果你想记住务这个字，注意务下面有一个力，力气的力，精力的力，脑力的力。家务这个词很笼统啊，它是一个大袋子，里面都有什么家务呢？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帮大家来梳理，也就是整理的意思。因为有太多的词汇了，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来看都有哪些家务呢？让我们先来到厨房。吃完饭了，现在该到厨房做家务了。厨房都有哪些家务呢？请大家记住这3个字。第一个是洗，第二个是擦，第三个是放。说到洗，在厨房我们能洗什么呢？比如洗盘子，洗碗，洗叉子，洗勺子，洗刀，洗筷子。哎，不对，我们平时不是这样洗筷子的。那我们是怎么洗筷子的呢？我在家一般是把很多筷子放在一起，然后用手搓，这个动作叫搓，用手搓洗这些筷子，就可以一次把它们洗干净了。洗完了筷子，我还要洗锅。
这个东西叫锅，洗锅。还有呢，还要洗案板，这叫什么？这叫案板，它像一块板子，洗案板。案板是用来切菜的。我刚才用什么洗的这些东西？这个叫海绵。海绵，你喜欢看《海绵宝宝》这部动画片吗？厨房里有一样东西是我最讨厌去清洗的，那就是抽油烟机，也可以叫吸油烟机，都可以。抽和吸有什么区别呢？都是表示吸的意思。抽油烟机、吸油烟机。吸油烟机我们一般不会天天去洗，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想洗抽油烟机的时候，需要把它拆开，叫拆洗，拆洗抽油烟机。由于抽油烟机的里面累积了大量的油渍，就是很多的油，这些东西呢，我们称为油渍。要清洗这些油渍非常麻烦，所以我最讨厌洗的东西就是抽油烟机。厨房里的家务做完了吗？我都洗了，所有的东西我都洗了。还没有做完，现在我要把它们擦干，这个动作就叫做擦。我用什么擦呢？我用一块布来擦，我用一块布来擦，这种布就叫擦碗布。擦碗布。这个锅已经洗干净了，我为什么还要擦它呢？因为这个锅刚刚洗完，有水渍，会滴水，它有水渍，所以我要把它擦干。也许你会说，老师不用这么麻烦，不用擦，你只要放在厨房晾干就可以了。晾干就是表示让它自然干的意思，我们不用去擦，把它晾干就可以了。洗完了，也擦干净了，现在要做什么呢？现在要把这些东西放回去。什么叫放回去？回去哪里？放回去的意思就是之前放在哪里，我们现在还把它放在原来的地方，就叫做放回去。当然还有最后一件事情，那就是倒什么呢？倒垃圾。大家要注意，倒这个字是个多音字，如果我去倒垃圾是4声，倒垃圾。比如我想把杯子里的水倒掉，我不要了，我要把杯子里的水倒掉。可如果我摔倒了，这个时候是3声，倒，我摔倒了，或者我把它推倒了，我不小心把它碰倒了，这里念3声，倒。好不容易收拾完了厨房，让我们再来到客厅。客厅的桌子谁来擦呀？现在我们去擦桌子。平时客厅的家务我们就是擦擦桌子而已，而已的意思就是只是擦擦桌子。但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很可能要大扫除，这里我用了一个词，逢年过节。逢年就是赶上过年，逢年过节，遇到有节日，遇到过年的时候，很多人家要大扫除。大扫除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你们家里里外外的东西全部都洗一遍，就叫做大扫除。大扫除的时候要擦窗户、洗窗帘，还有什么呢？有的人还要洗沙发、洗地毯，还要给沙发和地毯做一个保养。什么叫保养？保养的意思就是用一些产品使地毯或者沙发表面的这个材质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就称为做保养。好不容易做完了，还有什么呢？跟我来，再到卧室。
卧室有好多衣服还没叠呢，现在我们一起叠衣服。什么叫叠衣服？叠是一个动作，这样就叫做叠。我们把这块布叠起来。你可能会问，起来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起来可不是坐起来的意思，它和方向没有关系，而是说东西的状态。你看这些布乱七八糟的，就放在这里。现在我们把它叠起来。起来这个词要用在动词的后面，叠起来。好了，现在我们把它叠起来了，它的状态发生了变化，所以起来这个词会放在放起来，收起来，叠起来。叠完了衣服还要叠什么呢？叠被子。我们要把被子叠好，放进衣柜。我相信正在看视频的朋友，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叠被子的习惯，但对我来说，我的被子一定要叠。为什么呢？我相信如果我不叠被子的话，当大家每天看中文视频的时候，就不再看我了，而是看我身后那一堆乱七八糟的被子。收拾完了卧室，最后我们来收拾洗手间。家庭使用的洗手间大致可以分成两种，一种呢是洗手间里只有一个坐便器。除了我们可以说坐便器以外，你还可以用马桶这个词。所以你会听到有人说冲马桶，也就是使用完马桶之后要用水冲洗，冲马桶。当然如果是深度清洁的话，还要刷马桶，用一个刷子把马桶刷干净，刷马桶。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洗手间是最简单的，这个洗手间里只有一个马桶，只有一个坐便器，其他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一种洗手间是空间比较大的，这个洗手间里有一个洗手池，洗手池前有一面镜子，同时呢，这个洗手间里还有一个浴缸或者是淋浴器。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个坐便器。洗手间越大，打扫起来就越麻烦，比如要擦镜子，还要把镜子上的污渍擦干净。把什么擦干净？把镜子上的污渍擦干净。什么叫污渍？污的意思就是脏，渍是表示痕迹，很脏的地方，很脏的痕迹，把很脏的地方擦干净，把镜子上的污渍擦干净。如果你知道渍的意思是表示痕迹，那么你就应该明白什么是水渍，什么是油渍，什么是污渍。洗完之后有水的痕迹叫水渍，抽油烟机上到处都是油，这个叫油渍。但如果是一面镜子上有一些脏的痕迹，我们称为污渍。污渍。书房是什么意思呢？我来画给大家。当你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扇窗户，一扇窗户。这里有窗帘吗？有。我在窗户上挂了窗帘。窗帘是什么颜色的？窗帘是淡蓝色的。淡蓝色的，不是深蓝色，不是深蓝色，是淡蓝色的。这里还有一个窗台，窗台上我摆着一盆花，一盆花。你喜欢什么花呢？我喜欢玫瑰花，玫瑰花是红色的，我喜欢红色的玫瑰花。在窗户前有一张桌子，这里有一张桌子。
这也是我的办公桌。办公桌表示我可以在这个桌子上工作，也可以在这个桌子上学习。我的桌子上都有什么呢？我的桌子上有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个就是笔记本电脑。笔记本电脑还需要一条电线，我把电线插在插座上，这里就是插座，插座，而这里是电线，电线。桌子上还有什么呢？桌子上还有一个笔筒，笔筒，笔筒里放了几支笔，笔筒里放了几支笔。桌子上还有一个咖啡杯，因为我喜欢喝咖啡。桌子上还有什么呢？桌子上还有我的手机，我的手机。在桌子的左边是一个书架，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一些书，有的是中文书，有的是英语书，有的是法语书。书架上还摆着一个文件箱，一个文件箱里面装着一些重要的文件，很重要的文件。书架上还有什么呢？书架上还放着一个钟表，钟表。书架上还放着我和家人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们什么时候拍的？这张照片是3年前我们回中国的时候拍的。书架上还有什么呢？书架上还有一个精美的花瓶，精美的花瓶，这是我们去意大利旅游的时候买的纪念品，一个精美的花瓶。花瓶的旁边有一个箱子，箱子里放的是什么？箱子里放的是我的朋友写给我的信，这些信我一直不舍得丢，所以一直保存在这个箱子里。书架上还有一本集邮册。什么是集邮册呢？邮其实指的就是邮票。邮票，当你寄信的时候，我们需要邮票。我有一个兴趣爱好，那就是集邮，所以这是一本集邮册。在集邮册的旁边有一个打印机。什么叫打印机呢？如果你要复印一些文件，或者打印一些文件，那么你就要用到打印机。打印机。在书桌的右边有一个沙发椅，沙发椅上有一个软软的靠垫。我常常坐在这里看书，这里的光线很好，光线很好。打开窗户，我能看到什么呢？打开窗户，我可以看到一条街道。街道的对面有很多房子，街道上常常有汽车开过去，开过来，所以这个房间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噪音太大了。不过好在这条街道上种着很多树。你们家有书房吗？你的书房是什么样子的呢？